還是你們眼光好啊，看中那個房子是可能是这个村最貴的了。也是說底薪1萬多給他拿下來，我一開始就說不可能，我說最低都要4、5萬至6萬塊錢。但是那天左手給我嚇了一跳，他說就那塊地就要10多萬。我在想這地是你下面是買這個房子嗎？那麼貴？當時我想的是他那塊地，因為這地在我們這邊現在是買賣區，他又不能拿來建房。一般都是按徵收價是50、60一個平方，算是高的了。對呀、就算徵收價也才多少錢吧？我就想着最多1萬塊錢那個地，我是這樣想的嘛。徵收價也才1萬多塊錢，但是他去要10多萬，真的是我感覺我都想找個理由跑了，但是我就感覺把他叫到那裡去了，還是跟他聊一下吧，問一下他能不能用租的方式免租個10年至20年，但是他說最多只能免租5年。我在想，你要是按照租的話，算下來，如果說你租了5年就不想做了那個房子，就相當於1萬多塊錢一年，那還要不划算一點。我算了一筆這個賬，因為當時我想的是那個房子，如果說在3萬之內啊，我當時說是3萬之內能拿得下來，然後我最少花就是4萬5左右，最少都要花4萬5左右拿來做，因為頂的話就要2萬，廚房跟衛生間，再買點是像普通的這些電器，七七八八的，應該在3萬塊錢左右。那肯定是會。因為這樣子的話，我大概就是慢慢的，我覺得我也就是還能接受。但是你想想說太貴了，而且你說的租的那個方案哈，我覺得不靠譜。因為咋的了？我花4、5萬給你弄好了之後，哦，你一下子你就到期了，我拿了我瘋了呀！我在城裡面我租個房子不比你那強啊？對呀、啥都有。其實像這種房子多得很，慢慢看嘛。如果說真的有心找的話，還是能找到的。就像我們當初也是看了很多地方才找到了這點，雖然我們買的比較貴，至少我們買的這個房子有這麼好的風景，他那裡啥都沒有，就一棵樹，還有一邊一座墳墓，那個拿來幹嘛嘛？送我都不要，是你說他喜歡，對我來說的話，只要有墳墓我都不要。哎呀，我雖然想法是這種，實在沒合適的了，我也懶得去看房了。因為老是在看房，看得我越來越新鮮，然後大家也看的也就覺得沒意思，對不對？對啊，那個很多人都說我們看房就是為了炒作，其實這些東西有必要去炒作嗎？主要就是自己需要才去看呀，你不需要去看它幹嘛？昨天晚上我跟小唐在那裡研究聊了到晚上2點多啊。我們怎麼想都覺得不划算，因為我們現在掙的也不算多。你說把那些錢，不管是租也好，花幾萬塊買也好，你賺不到什麼錢，對，確實也賺不了啥錢。我覺得划不來，把時間給耽誤了。我有這個時間，我還不如就那麼多錢啊，我還不如去市裡面買一套房子，小孩教育更好。對的。我起碼來說，我就算這個東西給我帶不來什麼收益，但起碼東西實實在在是我自己的，以後它是有大用處的。對，這山裡面的話，主要就是前面那幾年覺得做得還好，後面那幾年如果說小孩讀書啊什麼的，可能會被迫到城裡面去。而且我還會花更多的時間來維護維修，因為山裡面的房子更容易就出現各種問題。對。反正所以說做什麼事都要想清楚。我是覺得，你們想在山裡面，平時生活的話，完全可以花個1、2千塊錢租那種完全是好的房子體驗一下。然後我不想租了，我就隨時的走就行了。如果說你買在那裡像我們這樣騎虎難下，你說你不改造吧，又可惜了；你改造吧，又得花一大筆錢。我們現在就是這樣，這個房子。就是一個燙手的山芋，握在手裡怕燙，扔了的話又可惜，对吧？就是現在就是這樣的困境。反正我們這個房子，如果說在政策不允許的情況下，我們就不去動它。我們要動的話，就一次性把它弄好，無論是貸款是怎麼的。
不弄的话，我們這個房頂可能也要塌掉了。昨天老媽也給我打了電話，她聽說了嘛，你跟她提了一嘴，她好怕我們太怕我想要那個房子了，租你也別租了，太不划算了，才5年免租，你要花多少錢進去？然後你看你現在本來一天精神也不好，也沒必要。還有就是你買的話，你那麼多錢你哪買得起？嚇死人！價格太高了，嚇死人！我從來沒有聽過，就是在農村這種破房，我第一次聽到這麼高的價格。在我的印象中，我覺得這種房子5、6萬塊錢很貴了，因為如果是我的老家，我們那棟房子誰要去買？我還在想4、5萬塊錢啊，如果說咱不要了啊，4、5萬塊錢誰要？我們完全能賣，而且是基本上賣不出去的。農村的房子就是這種，只能說我們需要的人他買不到，不需要的人他又不需要。你看，像我們老家是近2年我們在家嘛，在家待的时间長一點。像以前我們大不了最多就是過年的时候回去待2天，有可能以前老爸在幹活的時候，連過年我們都不回去。对，家裡面如果說基本上很少回老家的。我想想，哎呀，先不慌算了，现在暂时我也不找房了，找来找去也没合適的，搞得心力交瘁的那種樣子，我就比較壓力大了。隨緣吧。如果說哪天我去哪裡玩，突然之間看到這種房子了，我覺得它可能就是我的緣分。有的東西都是碰巧遇到的，有些差點有不開啊。無心插柳柳成蔭。對。李俊本來是叫我再去那邊那些地方再問問看的，因為我們在這附近開出這麼高的價格，大家應該都知道，李俊他們買這些房子的價格肯定都是知道了的，就沒必要再去看了，他們都是一個村的。可能這個村裡面基本上都知道，都了解幹什麼，所以說他們就把價格提嘛，他就是想賣的人啊，無論多少錢，他都想賣；不想賣的人，他就是高高要錢，然後你出得起價就把你當冤大頭打了，出不起價的那就只能看看了。就是很多是2家人的，他覺得錢賣少了，他一人分那麼點出來，他覺得沒有意思，我又不缺那幾千萬把塊錢，賣高了別人又不願意買，他寧願讓他在那裡木頭壞掉垮了，1分錢不值，他也覺得行，他就是不想便宜賣出去。哎，想通了也想開了，算了，我就老老實實在家裡面做我自己的事吧，暫時。你不是在老家做那個院子嗎？那個院子，我那天是叫他同學一直沒空，讓他上去給我規劃一下，怎麼從哪裡挖，要多少沙子啊、水泥啊。對，肯定那樣，我自己隨便去挖個坑，到時候來打柱子，我們又不懂，肯定要請個懂的人告訴。還有主要是這個錢是老媽來出，但剛才那些比較貴的材料是老媽說她買。我說我自己出錢把他那個院子弄得可以停車那種，他不願意。我說你租那麼一小塊來又用不上，我是這樣想的，我要把那個院子要麼就做到做大一點，延伸到那個林子裡面去。但老媽她說怕堂哥他們以後回來爭啊什麼的，我說他回來爭又怎麼嘛？哎呀，這些東西是老媽的心願，你就由他去吧。你不由着他的心，他到时候做了他又不舒服。你老媽是那种，你又不知道他是什麼性格，不是我的東西，我可以讓給你，但是我不能说花錢我再給你再去吃這個虧。你說那個人要來爭這個東西，這個地基他都已經吃虧了，你再讓他花幾萬塊錢去給他全部弄好，他肯定心裡更不舒服呀。反正我想的就是這個院子弄出來是大家一起用，本來我們就是一個家族的人，對吧？一個爺爺。但是你知道要花多少錢嗎？為什麼要分那麼清楚呢？但是你知道要花多少錢嗎？不管花多少錢，要做就把它做好啊！你現在做這個又沒有用，做了跟白做一樣。你做自己的大門口，他是說那裡寬敞一點，大門口要寬敞才好。我覺得現在已經很寬了，沒有必要再做了。你要做就一次性把它做好，然後車能開上去。你現在做了，那車也開不上去，也是白做嘛。因為花錢肯定要一次性做好啊。像這樣還可以省錢。如果說
這次弄一點，那次弄一點，那钱花了又没有得到享受。你別說我在家就縫縫補補，我用了差不多40包水泥。那肯定你偶爾做一下肯定要花錢啊。如果說像你一次性拉那個幾十袋或者幾噸水泥，它就便宜一點。你看不出家裡面動了哪些地方吧？一般情況下。我也沒看着開始是什麼樣子。就是那些房間，現在除了樓上樓下那些房間，全部都是我買的水泥，然後買的粒子粉刮出來的，全部是我們回去弄的。然後反正用了40多包水泥，然后用了差不多30包粒子粉，還沒刮完。所以說呢，你小東小西的慢慢湊，真的要不少東西。所以說我一直就是那種概念，就是老家的房子要做就一次性做。其實一次性拉它幾噸過來，一次性做好，其實是最好，還省錢一點。我們今天這樣弄那樣弄，你看上次那幾包水泥是不是就那樣浪費了，失效了？本來老家的房子就算装的再好，以後也不可能去做了，只是说偶爾回去过年。那是你的一个根啊，对老人家來說，對我們自己來說，那家鄉就是永遠我們的那個底氣嘛。維修老家的房子，唯一的想法就是爸媽喜歡嘛，然後我們也有自己喜歡的院子。老家的房子肯定以後在我們這代就是閒着了，只是偶爾回去看一看，然後待上一個早上或者一個下午。你看這麼多年都基本上沒在老家過過夜，我們可能10多年沒在老家怎麼過夜了？偶爾去一次，就是過年的時候啊。老家確實，像我們那邊老家也很少去。我現在呢，就是聽大家的勸啊，我也不着急不着急再去看房子了。大家說的我也看了，我也考慮了，我覺得說的很對。我忙碌碌的花很多錢去把這個東西強行去買過來了，到時候後悔的還是我自己，累的也是我自己。不要買。對，我已經把它 pass 掉了。如果說等到緣分來的那天，該買的時候我們還是會買，但是暫時不考慮了，就暫時嘛，我就先把老家給弄好了再說吧。至於後續的事情，看緣分。我覺得你們在老家挺好的，有那麼多鄰居，是吧？你在這一山裡面來，跟那些人都不熟，也沒有互動的，你在那裡待着也無聊，是吧？還是在老家好一點。養養雞餵餵鴨也行，反正能做啥做啥，不能做啥就享受生活吧。